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健康大实话。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沉重却又无比现实的话题。在台湾步入高龄化社会的当下，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抉择。当家里的长辈年纪大了，因病痛或退化导致生活无法自理时，我们究竟该咬牙自己照顾，还是将他们送往专业的安养机构？很多人在做出送养决定时，往往是看到了那些机构光鲜亮丽的广告，标榜着5星级设施、专业的护理团队、营养师调配的膳食。我们心里想着，花了这么多钱，父母在那里应该能过得比家里舒服，得到更周全的照顾。然而，我必须非常严肃地揭开这层温情的面纱，问大家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问题：为什么有些老人家原本在家时身体还算硬朗，或许只是行动稍有不便或患有慢性病，可一旦住进所谓的高级安养中心，短短1-2年甚至几个月，人就急速衰弱，甚至离世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个案。我在台湾的长照与医疗护理领域摸爬滚打整整30年，从早期的省立医院护理长，到后来担任多家安养护机构的院长，我看过太多令我夜半惊醒的画面。今天我不谈枯燥的理论，我要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这是一位我在业界的老朋友，我们叫他陈主任。他曾经也是一位满怀理想的护理专家，甚至押上了自己的退休金，试图打造一个长照典范，最终却惨败在资本算计下的血泪教训。他委托我把这一段经历公诸于世，就是希望用他这一辈子的痛来换取各位观众朋友的清醒。在那些印着尊严养老如家般温暖的精美宣传册背后，可能隐藏着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残酷逻辑。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陈主任在公立医院服务了大半辈子，看尽了生老病死，也看多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家庭伦理悲剧。他心中一直憋着一股劲，他不服气。他常跟我说：宏志啊，台湾医疗这么发达，为什么我们的养老品质却总是跟不上？难道人老了就注定要失去尊严，变成一具只能呼吸的躯壳吗？他想改变这一切。正巧当时有一位商界的女强人蔡董事长找到了他。这位蔡董年约50多岁，保养得宜，那是典型的生意人，开口闭口就是社会责任、未来长照趋势、银发经济。他邀请陈主任参观一处位于市郊的建案，那是他筹备中的长青乐园。我也去看过那个地方，确实漂亮，大片的落地窗，采光极佳，外面是绿意盎然的庭院，甚至还规划了复建花园。蔡董当时指着建筑模型，意气风发地对陈主任承诺，这里不只要做安养中心，更要打造全台湾的长照标杆。他说所有的房间都要在这个业界标准之上，绝不做那种像监狱一样的鸽子笼，甚至还许诺给陈主任全权的经营管理权。那时的陈主任被这份宏大的蓝图打动了，他拿出了自己多年的公积金和退休金，又向银行贷了款，凑足了资金入股，占了不到2成股份，成为了这家机构的院长。而蔡董作为大股东，握有70%的绝对控制权。开幕前的半年，陈主任仿佛年轻了10岁。他凭借30年的临床经验，亲自设计护理动线，制定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也就是我们说的 SOP。 他对饮食格外重视，特地请了退休的营养师老友，根据24节气设计了兼顾美味与健康的药膳菜单。他天真的以为只要用心就能打破机构就是收容所的魔咒。然而现实的巴掌来得很快也很痛。分歧是从营运会议开始的。蔡董虽然不懂护理，但他精通算计。在他的字典里，每一个老人家不是有血有肉的长辈，而是一个个成本单位。他开始频繁地质疑陈主任的决策，比如他会指着菜单说：陈院长，在这个通膨的时代，你坚持用有机蔬菜和温体猪肉，我们的利润空间在哪里？
他会指着排班表说白天班的护病比为什么一定要维持在法定的高标。很多同业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带，只要评鉴的时候能过关不就好了吗？起初陈主任以为这只是经营理念的磨合，为了大局他做出了妥协，食材换成了普通批发市场的夜班的人力稍微缩减了一些，他以为只要守住核心的照护品质，其他的可以让步，但他错了，退让一旦开始就没有底线。张清乐园开幕后，凭借着豪华的硬体和陈主任的金字招牌，床位很快就满了一半。这时候林文雄伯伯住进来了。林伯伯78岁，是一位退休的高阶公务员，有些轻微的帕金森氏症，手会不自主的颤抖，但脑袋非常清楚，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儿子和媳妇因为要被公司外派到新加坡3年，无法在身边照顾，考察了10几家机构，最终被这里的环境打动。入住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林伯伯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虽然是被迫离家，但他努力维持着最后的体面。他儿子拉着陈主任的手，眼眶泛红的拜托说，父亲一辈子爱干净好面子，请一定多费心。可是当家属的背影消失在门口，属于机构的冰冷规则就降临了。那天下午，一名护理员拿着签字笔走进房间，那是机构为了统一管理的 SOP。他不由分说的在林伯伯所有的私人物品上，那个用了10几年的保温杯，他珍藏的《资治通鉴》，他的大衣内侧都写上了斗大的 A07。当那个冰冷的编号被写在他最心爱的书皮上时，林伯伯的手抖得厉害。他问这是做什么？护理员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阿北，这是规定，不然东西掉了谁负责？那一刻林伯伯没有再说话，只是眼神里的光瞬间暗淡了下去。陈主任在监控里看到这一幕，心里咯噔一下。他意识到，在这里家的温馨只存在于宣传片里，一旦入住，你就被剥夺了名字，变成了一个编号。这不仅仅是管理上的方便，更是一种人格的抹杀。但这只是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来自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吃。开幕第3个月，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蔡董强行引入了所谓的集团化中央厨房配送。这意味着不再有每日新鲜采购的蔬果鱼肉，取而代之的是一箱箱冷冻了不知多久的肉排鱼块和一大包一大包的冷冻3色蔬菜。有一天中午，陈主任到食堂试菜，那天的主菜是红烧狮子头，看着颜色红润，但他才咬一口就吐了出来。那根本不是肉，那是大量的廉价淀粉、大豆蛋白混合着极少量的肉末和不知名的香精色素合成的科技肉，口感粉烂，而且咸得发苦。配菜呢是勾了厚重芡汁的冷冻蔬菜，完全吃不出蔬菜该有的鲜甜。他愤怒地冲进董事长办公室质问，蔡董却气定神闲地喝着茶，淡淡地说，陈院长，你太理想化了，老人家味觉退化，吃咸一点才觉得有味道。而且你想想，这种冷冻食材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可以从180块降到95块。我们有100个床位，1个月下来光是伙食费就能省下20几万，这才是净利。陈主任当时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脑门，在蔡董的算盘里，这些长辈的健康、营养，甚至作为人享受美食的权利，在25万这个数字面前一文不值。要知道，高油、高盐、高淀粉的饮食，对于本就有3高心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无异于慢性毒药。林伯伯很快就有了反应，他开始抱怨饭菜难吃、太咸，肉没有肉味。起初他还会在意见簿上写字，但发现写了也没用，反而会招来护理员不耐烦的白眼。渐渐的，他沉默了。他开始绝食抗议，或者每顿只吃几口白饭配汤。他的体重在短短2个月内直线下降，原本合身的衣服变得空荡荡。如果说伙食的低劣是慢刀割肉，那么人力的压缩就是直接把老人推向深渊。
随着入住率达到80%，蔡董为了筹备上市，下达了更严苛的成本控制令。他要求将夜班的护病比调整到1:30。这是什么概念？一个护理人员在深夜要照顾30位老人，就算不睡觉，平均分配给每个老人的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而这20分钟里要包含翻身、拍背、换尿布、喂水，应对突发状况。陈主任坚决反对，因为这不仅违法，更是草菅人命。但蔡董冷冷地回绝了他，甚至嘲笑他是公家单位待久了不懂变通。他说，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装几个监视器，给老人带个呼叫铃不就行了？我们多聘请一些外籍看护，薪水低、听话、耐操。至于那些资深的台湾护理师，薪水太高了，如果不愿意配合新政策，那就请他们走人。结果可想而知，资深负责的护理人员因为无法忍受这种血汗工厂般的工作强度，纷纷离职。取而代之的是语言不通，甚至没有受过完整专业训练的外籍看护，以及毫无经验的工读生。走廊里再也没有了耐心寒暄的声音，只剩下匆忙的脚步声和此起彼落却久久无人回应的呼叫铃声。这场灾难最终降临在林伯伯身上，因为帕金森氏症加上药物副作用，他夜里频尿。以前按铃5分钟内就会有人来扶他去厕所，但现在常常按了铃，过了半小时都没人来。作为一个体面了一辈子的读书人，他无法接受自己像个婴儿一样尿在床上。有一次深夜，他实在憋不住了，试图自己扶着床沿去厕所，结果双腿无力，重重地摔在地上。虽然那次运气好，没有骨折，但这一摔碎了他所有的安全感，也摔碎了他最后的自尊。从那以后，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为了不再经历那种求助无门的羞耻，林伯伯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开始自我限水，尤其是晚餐后，他几乎滴水不沾。陈主任在巡房时发现了异样，林伯伯嘴唇干裂，眼窝深陷，精神恍惚。在逼问之下，护理组长才哭着说出了实情：院长，我们真的顾不过来，夜班一个人要顾1层楼，光是帮卧床的阿公阿嬷翻身换尿布，就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只要听到林伯伯的铃声，大家都会怕，因为真的抽不出手去扶他。陈主任心如刀割，他去找蔡董理论，要求立刻增加人力。各位知道蔡董怎么说吗？他竟然笑了。他说，陈院长摔倒是意外，没骨折就是万幸。至于他不喝水，那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我们总不能拿漏斗灌他吧。你要学会把这些当成个案，不要上升到管理系统的问题。我们的系统是完美的，因为它实现了利润最大化。那一次，陈主任彻底绝望了。他明白，在这座金碧辉煌的长青乐园里，人性已经被铜臭味彻底掩埋，悲剧发生得很快。老年人一旦缺水，后果是灾难性的。林伯伯因为长期饮水不足，导致严重的便秘，进而引发了泌尿道感染。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只是吃抗生素的小病，但对于近80岁免疫力低下的老人，这是致命的。他开始发低烧，整个人昏昏沉沉。按照医疗常规，体温超过38度5，且伴有意识不清，必须立刻送急诊。但当天值班的是一位刚来不久的年轻护理员，因为蔡董曾制定过一条荒谬的内规，为了避免家属觉得机构大惊小怪，也为了节省叫救护车的行政麻烦和可能产生的自费项目争议，非必要情况尽量在机构内处理。那位护理员为了不被扣绩效，只给林伯伯做了物理降温，塞了一颗退烧药，然后在交班记录上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体温偏高，持续观察。这一观察就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第二天清晨，当陈主任看到交班记录冲进病房时，林伯伯已经陷入了败血性休克，呼吸急促如拉风箱，脸色呈现出可怕的灰败色。送到医院急诊室时，接诊的正是陈主任以前的老同事。医生看着检验报告，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肌酸酐飙升、脓毒血症，气得破口大骂：老陈
你们是在搞集中营吗？病人脱水成这样，你们都没发现，再晚来几个小时，神仙也难救。陈主任站在急诊室里，面对老同事的指责，面对匆匆从国外赶回来，揪着他衣领咆哮痛哭的林伯伯的儿子，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解释什么？解释说是为了省那几个人力成本，解释说是为了省那几块钱的伙食费。在死亡面前，任何解释都像是狡辩。林伯伯在家护病房挣扎了3天，最终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痛苦地走了。处理完后事，陈主任拿着那份死亡证明书，最后一次走进了蔡董的办公室。蔡董听完汇报，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一下，只是摘下眼镜，语气平淡的像在谈论一只跌停的股票。他说：陈院长，生老病死是常态，这些老人本来就是残烛，随时会熄灭，这不是我们的错。说完，他拿起另一份文件，指着空出来的 A 费07房说：既然空出来了，正好下周有一位新客户要进来，把房间收拾干净，不要留下晦气。那一刻，陈主任觉得恶心，他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最狰狞的面目。在资本眼里，林伯伯不是一个逝去的生命，而是一个需要被替换的资产。如果旧的资产不能产生效益，甚至产生麻烦，那么报废或许是他们乐见其成的结果。因为新的客源可以带来新的押金和入住费，陈主任当天就递交了辞呈，宁愿赔付违约金，也要退出这场肮脏的游戏。他无法原谅自己，虽然他不是直接的施暴者，但他觉得自己是这个杀人系统的帮凶。这就是陈主任让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当我们在谈论安养机构时，我们在谈论的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我们父母，甚至是我们自己未来的归宿。林伯伯的悲剧告诉我们，当商业利益凌驾于人性关怀之上时，所谓的专业服务就会变成精准的剥削。机构可以合法的克扣伙食，合法的压缩人力，合法的在 SOP 里规避责任，最后合法的看着老人枯萎。那么作为子女或者正在为自己规划养老的银发族，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些包装精美的陷阱？陈主任结合他30年的经验，给出了几条非常具体的建议，请大家务必记下来，这可能是救命的知识。第一，看机构绝对不能只看大厅和样板房，你要在午餐时间去突袭。不要听接待人员的介绍，你要直接去餐厅，甚至要求试吃一口长辈的饭菜。你要看清楚碗里的肉是真正的肉块还是软烂的合成肉，蔬菜是新鲜翠绿的还是那种冷冻过久发黄软烂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吃都充满算计，你还能指望他们在看不见的医疗护理上投入多少成本？第二，核实真实的照护人力。不要相信墙上挂的排班表，那个很多时候是给卫生局检查看的。你要在下午2点到4点，这种工作人员最容易疲惫，也是照护工作最繁琐的时段去观察。你看看现场的护理人员，是神色从容的在和老人互动，还是每个人都眉头紧锁，脚步匆忙，像打仗一样？如果你看到呼叫铃响了很久都没人理，或者护理员对老人的态度充满了不耐烦，请立刻掉头就走，因为那就是你父母未来可能面临的真实处境。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观察住在那里的老人的眼神。环境可以装修，数据可以造假，但人的眼神骗不了人。去公共活动区域坐半小时，观察那些坐在轮椅上的长辈，他们的眼神是平静、有光彩、对周围有反应的，还是呆滞、空洞、充满了恐惧或麻木的？如果整个大厅静悄悄的，所有老人都像被抽走了灵魂一样死气沉沉，那这里绝对不是乐园，而是等待死亡的候车室。第四，闻味道。一家好的安养机构不应该有浓重的漂白水味，更不应该有尿骚味。如果有很重的异味，或者用过量的芳香剂去掩盖异味，通常代表着清洁频率不足，或者是通风系统有问题。这对于呼吸道脆弱的老人是大忌。最后，我想跟所有的子女说一句话：没有完美的机构，只有用心的家属。
即使送进了最好的机构，也不代表责任的结束。我们要不定期的探视，要在非约定的时间出现，要仔细检查父母的身体有没有不明的淤青，有没有褥疮的迹象。只有我们的关注，才是机构不敢怠慢的最大压力。养老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宿命。我们今天揭露这些，不是为了否定所有的长照机构，台湾依然有许多充满爱心、坚守底线的业者在默默付出。我们是为了让那些唯利是图的黑心商人无处遁形，是为了让我们在变老的路上能少一点恐惧，多一点尊严。如果您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务必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将影片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我是张宏志，我们下集健康大实话再见。